我居然和父王有了一个孩子，他知道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。父王哥哥，安雨柔，许父王不是应该在公司吗？父王哥哥，谢谢你陪我来医院检查身体，这是我应尽的责任。我老公怎么会在医院陪着另一个女人？木心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许父王欺负你了？我没事，鱼。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个人。你要查谁？安雨柔。我觉得他不简单。我从没见我老公对哪个女人这么上心过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叶慕琴，你胆子不小，敢找人调查雨柔。我只是想知道他是谁，你为什么会陪他出现在医院？你还跟踪我？他丝毫不关心我为什么会在医院，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女人。好，我告诉你，雨柔是我找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，是我心心念念的人。这下你满意了？那我呢？我当初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梦想，就为了结婚后照顾你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他安雨柔才是你心心念念的人，那你为什么要娶我？哼，你不过是家族联姻的工具罢了。叶慕琴，你听好了，安雨柔是我的底线，你要是敢动她一根头发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原来我的一片痴心，在你眼里不过是一场笑话。3年婚姻，10年暗恋，你的温柔从没给过我，我已经对你失望96次了。等我的失望攒够100次，我就退出，成全你。这花瓶款式倒是不错，就是颜色太老气，像它的主人一样沉闷无趣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父王哥哥带我进来的。听父王哥哥说，这婚房是你精心布备的。我说我想看看，他就带我来了。别动，那是父王的东西。我当然知道，我还知道这抽屉的密码。你想不想知道这里面锁的是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？看到了吗？这是我和富安哥哥以前的合照。没想到富安哥哥把他保护得这么好。富安哥哥最温柔、最真心的笑，从来只是留给我的。你和他结婚这么久，他何曾这样对你笑过？看完就把东西放好，立刻出去。叶慕谦，我劝你识相点。富王哥哥娶你只是为了家族利益，他心里从来就只有我。安雨柔，据我所知，你住的高档公寓、开的车，还有这身上戴的珠宝，都是许父王用我们的夫妻共同费时买的。我现在要求你全部归还。这是父王哥哥给我买的，我凭什么还给你？你就是嫉妒我能得到父王哥哥的爱。这是怎么了？吵什么呢？这是怎么了？在外面就听见你们吵。父王哥哥，我就是单纯想来看看你们的婚房，没有别的心思。可母亲姐一直侮辱我，还逼我把你给我的东西全都还给她。你竟然敢羞辱她！我没有。许父王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打我！给雨荣道歉。我给她道歉，她也配。许父王，我们离婚吧。不就是说了你几句，打了你一下吗？你就想和我想离婚？做梦！父王哥哥，慕晴姐这么着急跟你离婚，该不会是外面有情郎了吧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一天是我许富阳的妻子，一天就不能有别的男人。许富阳，你别让我恨你！离婚我不同意，你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好好冷静冷静。我们走。看好叶慕清，不许他踏出这个房间一步。许富阳，你放我出去！第97次失望来的居然这么快。许富阳，这段婚姻我真的快坚持不住了。
许富阳，你放我出去，我怀孕了，现在小苏疼的厉害，要去医院。你为了能出门，真是什么谎都敢撒。我没撒谎，我真的怀了你的孩子，求你送我去医院。母亲姐，就算你想撒谎，也要编一个像样的理由吧？用孩子骗父王哥哥，也太过分了吧！叶母亲，你好自为之。谢小姐，冒昧打扰。程先生，我被困在医院，我的肚子好痛。你等我，我马上到。父王哥，为了叶慕岑那个女人喝这么多酒，真的值得吗？从今以后，陪在你身边的人只会是我。给我查查叶慕岑那个贱人是不是真的怀孕了。父王哥哥，你昨晚喝多了，我本来是想照顾你的，可你……雨荣，对不起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没关系的，父王哥哥，我不要名分，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要是怕木心街不高兴，我现在就走。别走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孩子保住了吗？病人胎盘位置异常，已经有出血迹象，必须卧床保胎。再受一点刺激或者劳累，孩子就保不住了。木心，我的好鬼鬼，你吓死我了！要不是程社给我打电话，我都不知道你竟然被许父王这样对待。为了孩子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程先生呢？不知道，他把你交给我就走了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叶慕期的母亲，就是你天天纠缠许父敖，故意挑拨他们的感情，害我女儿的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告诉你，赶紧滚远点，别再祸害他们。阿姨说话未免也太不讲道理，叶慕期自己留不住人，是他没本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分黑白冲过来对我大呼小叫，真当我好欺负啊？少在这里装可怜！你这点小把戏骗得了许父王，骗不了我。我警告你，再敢缠着许父王欺负我女儿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父王哥哥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活着太煎熬了，我还不如就这样算了，省得一直惹人讨烦。雨荣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委屈跟我说，不要冲动，千万别做傻事。刚刚木青姐的妈妈突然找上门，她不分青红皂白，指责我挑拨你和木青姐的感情，还逼我远离你。可我只是心疼你，想在你身边照顾你而已，她就那样骂我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她怎么敢这么对你？阿姨完全不听我解释，我多说一句，她只会更生气。我不想让你夹在中间为难。你等我，我现在就去找叶慕深问个清楚。宝宝，妈妈只有你了，你一定要健康出生。我们出去透透气吧。我已经照您说的在地上涂上净化剂了，叶木星刚好走出病房。放心，不会留下破绽。许父儿，你在哪里？要是你现在出现，我就原谅你。医生，护士，快来人！患者孕期大出血，情况危急，立刻准备急救手术。叶慕岑，你现在在哪？雨荣哭着说你母亲上门为难他，你又出去跟谁鬼混了？叶慕岑在医院里摔倒大出血，人现在在手术室里抢救，需要家属过来签字，你立刻过来一趟。你又是谁？凭什么拿着他的手机跟我说？就是你把叶慕宁从医院带走的，你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？还是说你是他请来专门骗我的演员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叶慕英现在需要你，你快点来医院一趟。少那套拙劣的借口骗我了。
他死了最好，我会去给他收尸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就离开了一小会儿。母亲是什么血型？医院血库能不能匹配上？是 RH 阴性血，稀有血型，医院血库根本没有储备。贺助理，你现在立马开车去叶家，把叶小姐的哥哥叶总接到市医院来，你就跟他说，他妹妹在医院抢救，急需要出血，要快。母亲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我了。哥，鱼，我的孩子呢？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没保住，幸好发现的及时，否则你也有可能醒不过来了。孩子没保住，怎么会？我明明那么小心。许富豪，你现在才来，你对得起我妹妹吗？你真的怀孕了？都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用吗？孩子呢？没了。没了？是你故意打掉的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故意流产的？为了和那个男人在一起，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下得去手。随你怎么想。叶母亲，你居然真的承认了！你不仅狠心打掉自己的孩子，还纵容你母亲上门肆意欺辱雨荣，把人逼到差点服药自证，你满意了？在他眼里，我摔倒流产，还比不过安玉荣受几句羞辱。爸，我竟还妄想他会出现救我，还有2次了，再失望2次，我就彻底离开。叶母亲，你母亲上门欺辱雨荣，把她逼得吃药险些自尽。雨荣身体好之前，你若是不想让你叶家难做，就把她照顾好了。许扶阳，医院是我们的婚房，是我和你的家，你怎么可以带其他女人住进来，还让我给她当保姆？那又怎么了？从现在开始，雨人的1日3餐由你负责，他要点10道菜，你就得做10道。他想要什么，你必须随叫随到，不能推脱。你说什么？10道菜齐了。这也太咸了，我现在身体虚弱，根本吃不了这么重的口味。安雨柔，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下午，你不要太过分！扶阳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太为难木心姐了？是我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不喜欢就让他重做。许扶阳，你叶木心，雨荣现在这么虚弱，都是因为你，这是你欠他的，就该受着，立刻去重做一份。木青姐，我这件裙子要手洗，不能用洗衣机，洗坏了可不行。还有，我房间的地必须要用抹布擦，不要用拖把。我身体虚弱，可是受不了一点灰尘。安雨柔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？叶沐晨，你搞清，你现在只是空有许太太的名头罢了。现在在这个家可是我说了算。许扶阳，结婚3年，你就这样看着别的女人在我们的婚房羞辱我？我已经失望了99次，你只有最后一次机会。等攒够100次，我就再也不纠缠你。许扶阳，原来你一直都没变。许扶阳，你打完球了，水给你。我不需要。10年前我就是这样，一腔热血不知疲倦地追着你跑，哪怕你冷眼无视，转身就走，我都以为只要我足够坚持，总能慢慢捂热你的心。这婚房的每一盏灯，每一件家具，都是我亲手挑选。我以为我熬过漫长的10年暗恋，熬到了属于我的家，原来只是熬到了一场极尽难看的羞辱。母亲，我查到你摔倒流产的事，不是意外。你说什么？是安雨荣收买了当班清洁工，让他在你必经的走廊地面涂了油渍。你的摔倒、流产，从头到尾都是安雨荣一手策划的阴谋。安雨荣，怎么了？我在医院摔倒流产，是你派佣人收买清洁工，在我必经的走廊涂了油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医院的监控记录的清清楚楚，都是你处心积虑设计好的一切。父王哥哥，他冤枉害他流产，还要打我，我真的没有做过。雨荣说他没有做过，你还要包庇他？母亲，我不是包庇雨荣，我和雨荣一起长大的，他心思单纯，平日极少出门，这多半是误会。我答应你，明天我就派人去查，我一定会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交代的。许扶阳，这是医院走廊的监控视频，这就是你要的证据。谁给你的？是程澈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？你早就和程澈纠缠不清，他帮你查证据，帮你周旋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许父昂，
我和程澈见面的次数，一双手都能数得过来。安雨柔谋害我的视频就摆在眼前，你竟然还在怀疑我？这个视频能代表什么？反而是你。你说你和程澈没见过几次面，那你流产的那天他为什么会在场？那天的医护人员全都误以为他是你的丈夫。叶母亲，你和程毅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清不楚，你清楚我不会轻易离婚，便故意捏造证据栽赃雨柔，想让我心生愧疚放你离开。原来在他的心里，我所有的委屈、失去的孩子，都只是我算计离开的手段。你敢承认故意流掉我的孩子，为什么不敢承认你跟了程遂？放开我！徐总，松手会出人命的。我一次次心软给你机会，到头来全是我自作多情。我实在太累了，我的失望已经攒够100次了。往后我会重拾自己的事业，成全你和安雨柔。你3番5天要闹离婚，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闹，你不是想和安雨柔在一起吗？我退出，成全你们。好啊，离就离，我不信你真的能离开我。10年暗恋，3年婚姻，许父昂，我们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还好我有这套小房子，至少还有这里能容下我，让我从头开始。喂，程先生，我可以进来坐一会儿吗？我马上要飞 M 国出差了，为期1个月，顺路过来看看。你专程过来是？听说你和许芳要离婚，往后若是遇到难处，尽管联系我。你为何一直这样帮我？等我从国外回来再告诉你缘由。楼下备了一辆代步车，方便你出行。这块表你带着，里面有定位装置，能保证你的安全。谢谢你。你迟到了。3年婚姻，最终只剩这一本薄薄的红本子收尾。叶母亲，离开了我，你根本就撑不下去。我等着你回头求我复婚的那一天。许氏、许父傲官宣与叶慕清解除婚姻，是集团资金链专利，董事长叶明涉嫌商业诈骗，被相关部门带走。叶家长子叶慕祥牵连涉案。爸，接电话，哥，接电话，怎么会打不通？这不可能！许父傲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，还要牵连我的家人？让许父傲出来，我要见他。小姐，你没有预约，不能上楼，请您冷静点。许父傲，你出来！拦住他。叶小姐，请问您对叶氏集团商业欺诈案有什么回应？听说您刚刚和徐总离婚了，是不是和叶氏集团出事有关？是许氏打压叶氏吗？许父昂，我已经净身出户了，你就非要毁掉我的一切吗？连一丝余地都不肯留给我！程澈，母亲，你在哪儿？我看到直播了，你先别冲动。有很多记者在后面追我。别慌，我给你的车子和手表都有定位，我能实时检测到你的位置。听我说，你现在先检测停车。程澈，刹车失灵了，我停不下来。什么？母亲，你别慌，贴着护栏慢慢嘎车减速，回去方向盘等我，剩下的麻烦我来处理，一定要等我。停不下来，程澈，我可能等不到你了。母亲！徐总，叶小姐驾车劫去了海岸公路，然后失联了。失联？车在海边找到了，人不在，已经找了一整天，没有任何消息。无非是闹脾气罢了。他想用这种方式要挟我，以为我会去找他，我偏不随他的愿。父昂哥哥，别生气了，木心姐无非是想让你心软让步，主动去找他罢了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父昂哥哥，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要不要先吃点东西？你能不能安静点？徐总，到处都找遍了，海岸沿线、城区各处都没有叶小姐的踪迹，整整几天，一点消息、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是。叶慕辰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整整2年没有任何消息。叶慕清。
去哪儿了？父昂哥哥，峰会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，这场活动关乎许氏多项重要合作，你可千万不要分心。我知道这场峰会对你的工作至关重要，拦不住你回国参加，但许富阳今晚一定也会到场。圈内熟人众多，局势复杂，你一定要小心应对。我都清楚，放心就好。我这次回来只是为了工作，和许富阳可没有任何关系。母亲，真的是你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鱼。整整2年了，我找了你整整2年，海边各个城市，甚至托人去国外打听，一点你的消息都没有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让你担心了，这2年我刻意断了所有联系，就是不想身边的人再被我拖累。叶母亲，方哥哥，你去哪儿？叶母亲，他竟然回来！人呢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现在总可以说实话了吧？离婚之后你究竟去了哪里？当年你驾车冲到海边失联，所有人都急疯了。徐父王也派人四处搜寻，可你始终渺无音讯。离婚后，我爸和哥哥接连出事，我去找许父王理论，结果大批记者追着我，偏偏车子刹车还失灵了，我根本控不住方向，直直冲进了海里。后来呢？然后乘车找到了我。那段时间我重度抑郁，整日浑浑噩噩，吃不下饭，也不愿意开口说话，甚至连活下去的念头都没有了。那程策他一直陪着你吗？他一直守着我，陪着我，照料我的起居，整整2年。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我身边，如果不是他，我恐怕真的撑不到现在。那这次回来是打算重新开始了吗？我这次是以牧尘的身份回来的。当年结婚后，为了许航放下了珠宝设计，这2年在国外重新进修，创办了晨光珠宝设计工作室，回国参加这次国内顶尖珠宝设计大赛。这2年，你实在受了太多苦。叶慕琪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哟，安小姐这反应可真有趣，大白天撞见熟人而已，怎么跟见鬼了似的？莫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做贼心虚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只是有些意外而已。叶母亲，整整2年了，你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现在突然回来，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回不回来，和徐总有什么关系？没事吧？有没有受到惊吓？我没事，不过是碰到2个不相干的人，不值得浪费时间。徐总，全国顶尖珠宝设计大赛是业内最高规格赛事，获奖品牌能获得顶级奢侈品联名资源，更能直接打开国际高端市场，这对许氏转型高端珠宝板块至关重要。我们的资质达标吗？本届赛事由业内权威泰斗周老担任首席评委，参赛团队需提前3个月提交资质审核，目前距离截止报名还有2周。我们许氏的品牌资质完全符合，安排金牌设计师组队，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拿下冠军。父昂哥哥，我刚才在外面都听到了，这些年我一直在钻研珠宝设计，我想通过这次比赛证明自己，也能为许氏出一份力，可不可以让我试试啊？这是我设计的第1件作品，我一直想着能站在设计大赛的舞台上，为许氏拿下荣誉。富阳哥哥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雨柔，你确定能胜任？我确定，为了你，为了许氏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好，那我就任命你为许氏参赛主设计师，公司所有资源你都可以调动。谢谢你，富阳哥哥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次参赛还有其他知名的工作室吗？程社旗下新开的晨光工作室也报了名，参赛人是叶慕真。居然是叶母亲，不过正好，如今我拥有许氏所有参赛资源，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跟我争。哟，木青姐还真是敬业啊，这都中午了还在埋头画图呢。听说你也参加了国内顶金珠宝设计大赛，你不知道吧？父王哥哥给我配置了顶级设计团队，一共12个人，个个都是业内精英。木青姐，你离婚后就躲在程烨背后的小工作室工作，也敢报名大赛和许氏同台竞争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你说完了吗？什么？你说完了吗？什么？说完就出去，别打扰我工作。叶慕慈，你装什么清高？等比赛结果出来，
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差距。安雨茹，2年前的账，我们就在赛场上慢慢算。父王哥哥，这次大赛的冠军一定会是我们许氏的。父王哥哥，木青姐也来了，我们不过去打个招呼吗？木青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又碰上了，我还以为你自知实力太差，不敢来露面呢。安小姐，有事直说。听说你跟程总关系匪浅，该不会是靠他才拿到参赛名额的吧？母亲，你当初执意要跟我离婚，就是为了和程潇在一起。安小姐，许先生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里是珠宝大赛的比赛现场，不是你们用来聊家常的地方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母亲，你非要这么和我说话吗？许先生，请自重。好啊，你不是要谈比赛吗？我可是听说你们晨光工作室的负责人沐晨是个天才设计师，短短2年就在国外声名敲起，获得不少奖项。你来参赛是来给他丢脸的吧？丢脸的是谁还不一定呢。不瞒各位，我就是晨光工作室的负责人沐晨。你是沐晨？沐青姐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沐晨短短2年时间就把晨光品牌做到了国外的前3，必定是一个有着深厚珠宝设计功底的设计师，怎么可能是你？父王哥哥，沐青姐是不是后悔当年和你离婚，还故意用这么拙劣的手想引起你的注意啊？叶慕姐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你当了那么多年家庭主妇，知道画笔怎么刻，还敢冒用沐晨的身份，我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。许先生，且不说我是不是冒用沐晨的身份，我丢不丢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早就结束了，不是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不是说徐总的前妻失踪了吗？这位叶小姐就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珠宝设计大赛的，但是冒用了晨光工作间的身份。冒用身份？不会吧？这位叶小姐看起来气质不凡，说不定她真是沐晨的。你们别被他给骗了，她一个在家做了3年家庭主妇的女人，消失2年就敢谎称自己是顶流设计师沐晨，谎话张口就来，简直一道大方。叶慕金，你要是真的是沐晨，我当场跪在展厅中央给你磕3个响头道歉。怎么，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再说一遍，你到底是不是沐晨？我没有义务在这里陪你玩真假美猴王的游戏，也不需要你磕头道歉。让开！父王哥哥，我看他就是怕了，怕他到时候被真正的沐晨揭穿，才急着离开。我们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。沐晨，真的是你？没想到你也回国参加这次大赛了。周老，这位是国内顶尖珠宝设计大师周老，他是被请来当评委的吧？当然了，周老这种级别的设计大师，平日里哪是我们这些人能见到的？不过他叫叶小姐沐晨。沐晨，你真是晨光工作室的沐晨？周老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她就是一个只会躲在男人身后混吃等死的弃妇，怎么可能会是沐晨？我绝不会认错人，叶小姐就是沐晨。我作为深耕珠宝设计40年的老设计师，毫不违心地说，她的作品非常有灵气。周老，我先去准备比赛了，改日再好好向您请教。竟然真的是沐晨，那这次比赛我得好好准备准备。本次大赛全程纯手工原创，严禁抄袭代作，违规直接淘汰。赛制为48小时限时主题创作，命题救赎。选手需独立完成全套设计手稿与创作方案。比赛现在开始。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能被周老如此看重。羽翼造型，我想用破茧羽翼诠释救赎与重生。线条干净，工艺想法很成熟，具有自然风的设计功底，非常出彩。你的图纸问题很大，我还在调整风格，没有完成呢。全是网上烂大街的模板，没有一点自己的构思和主题内核，设计不是照搬拼凑，再敷衍下去，第1轮就足以淘汰。叶慕金，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不会当众丢脸。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让你顺利完赛。羽翼的弧度还要再调整，这边的比例不对。拍得越清楚越好，每一张都要能看清他画的是什么。叶沐晨，就算你真是沐晨又怎样？等我把你的设计稿提前交上去，看你还能风光到几时。周老再赏识你也没用。这里面有5万块，事成之后还有5万，一共10万，够你赚2年了。安小姐，这是要我做什么？
违法的事我不能干。放心，不是让你杀人放火，你需要在叶幕会交稿后，在系统里把我的交稿时间和他的时间对调，让我的提交记录显示在他前面，就这么简单。这被发现是要丢工作的，大赛有监控，万一查出来我就干不下去了。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？系统里改个时间差而已，谁查得出来？好，我干。但说好了，出了事你可得保护我。放心，有我安雨荣在，没人能动。今晚太安静了，安雨林今天怎么不在？他那种人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样就够了，这是我的专属暗记，只有我自己认得出来。作品提交已截止，但刚刚接到匿名举报，晨光工作室的叶慕寒涉嫌抄袭。沐晨抄袭？不可能吧？他的设计那么有灵气。周老那么赏识他，没想到是个假货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父王哥哥，慕寒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太让人痛心了。亏我还一直把她当姐姐看。他果然还是老样子，当初他就喜欢在我面前装清高，背地耍手段。我要求公开核查，既然有人举报，那就查清楚。我没做过的事，不怕查。叶小姐，按照大赛规则，在核查期间你的作品将被封存，你需要配合我们完成全部调查流程。各位，我和慕晴姐认识多年，真不希望看到她走到这一步，为了赢竟然不择手段，太令人失望了。叶慕晴，我早该想到的，你这种人就不配站在设计台上，还是乖乖回到我身边当个家庭主妇吧。许先生，嘴巴放干净点，事情还没查清，你就急着给我定罪。我同意核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必须全程公开透明，让在场的所有人监督，我不能接受暗箱操作。可以。核查过程会公开进行，所有人都可以见证。经过初步比对，两份作品在创意概念、主体造型上高度重合，创意的核心元素几乎一模一样。这是我提交作品的时间记录，比叶慕谦早了整整6个小时。我是先提交的，他才是后抄的那个。请各位仔细看我手稿右下角的微缩暗记。这是我在创作当晚留下的标记。这是什么？我们怎么从来没见过这种暗记？这是我独创的署名暗记，用特殊颜料绘制，肉眼几乎不可近。安小姐的设计稿上不会有这个，因为她抄的时候根本注意不到。谁知道你是不是临时加上去的？这暗记明显是新画的。这个暗记用的是只有晨光公社才有的进口勾线笔，大赛备品库里颜料师总这种笔，我自带的，需要我提供购买记录吗？各位评委，我是晨光工作室的投资人程彻。我申请调取创作区全程监控，以证清白。事实胜于雄辩。这是昨晚11点15分的画面，请各位仔细看。这是偷拍！安小姐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再看这段，凌晨1点20分，安小姐将值班工作人员带入茶水间，停留了12分钟。你和安雨荣在茶水间做了什么？现在说实话，还能从轻处理。大赛茶水间没有监控，但走廊有。你手里的信封需要我放大给所有人看吗？上面还有安小姐的指纹吧？是安小姐给了我5万块，让我在系统里对调提交时间。她说事成之后还有5万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我根本不认识你！安小姐，请你保持安静，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想抵赖？经评委团一致判定，安雨荣涉嫌作弊违规，偷拍他人创意并企图栽赃对手。现取消参赛资格，终身禁止参加行业赛事，并通报全行业将其纳入黑名单，即刻生效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我是许氏的人，许氏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们这些老东西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安小姐，请离开赛场，不要让我们动粗。叶慕清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等着！经过核查，晨光工作室叶慕欣的设计稿确定为原创，继续参与决赛评审。现在展示入围决赛的全部作品。我的设计主题是破茧羽翼，用碎裂的金属线条模拟茧壳，内嵌可活动的羽翼结构，寓意从破碎中重生。整套作品包含项链、耳环、手镯3件套。工艺想法大胆，结构处理精妙，这将仿喷学原理融入珠宝设计的思路，我给满分，这是天才级的作品。慕仙，恭喜你！没想到你的设计真的这么出色。谢谢夸赞。许先生还有事吗？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比赛结束后能不能一起吃个饭，我们聊聊？有些事我想当面跟你道歉。许先生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2年前就已经毫无瓜葛，现在只是一同参赛的陌生人，我不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聊的。
徐总，决赛还在进行，请回到你的座位，不要打扰参赛者。我和穆青说话，轮不到你插嘴。程车说的对，比赛还在继续，许先生请回。获得本届全国顶尖珠宝设计大赛总冠军的是晨光工作室沐晨。穆青，你太棒了，我就知道你能行。这是你应得的，你用实力证明了自己。谢谢周老，没有您的提携，我走不到今天。恭喜！目前工作室已接到国内外12家奢侈品牌的联名邀约，订单总额超过3000万。父王哥哥，你帮帮我，我被行业封杀了，没有公司愿意要我该怎么办啊？安雨荣，那是你自作自受，抄袭、陷害、买通工作人员，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？从你用下作手段害叶慕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该看清你的真面目，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。父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。叶慕岑，我后悔了，是我亲手把你推走的。穆青，新办公区全部布置好了，今天来了20多份设计师简历，都是冲着晨光的名号来的。先筛一轮做片集，手艺过硬再谈。晨光刚起步，不能招花架子，明白？我会严格把关。对了，楼下前台说最近总有个人来找你，说是谈合作。谁？还能有谁？你那个前夫许富阳，这几天来了3趟了，每次都是同一个借口。以后他再来，直接说我不在。晨光跟许氏没有任何瓜葛。我懂，不过说实话，他这几天跑得很欢快，倒是挺执着的。执着？那叫纠缠。听说许氏集团的许总最近总往咱们这儿跑，是不是要跟咱们合作啊？不像。我看他是冲着叶总来的，8成是后悔离婚了，想复合。叶总现在可是业内最火的设计师，他后悔也正常。穆青，这么巧，你也来这家咖啡厅？徐总，这家咖啡厅离晨光最近，你来蹲点也不换个远点的，每天准时准点出现在这儿，也太刻意了。楚小姐说笑了，我是真心想跟晨光谈合作。许氏最近有几个大项目，我觉得跟晨光的风格很匹配。许先生，晨光的合作通道在官网，你可以在线提交申请。符合要求的话，商务团队会联系你。穆青，我知道以前是我对不住你，我现在只是想弥补，给我一个机会行不行？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？许先生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只想把晨光做好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我们早就结束了。穆青，你就这么绝情吗？我们毕竟有过3年婚姻。绝情的是你，当初你为了安雨然怎么对我的，你都忘了。穆青，许氏愿意出3倍市场价，定制一套高端珠宝系列，点名要你亲自设计。3倍市场价，徐总这是想用钱砸人啊？你以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？楚小姐，我这次来只谈商业合作，不谈个人感情。许先生，晨光不接许氏的订单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原则问题。穆青，我是真心想帮你，许氏的资源渠道全都向你敞开，非要这么倔吗？我不需要你的帮助，晨光能走到今天，靠的是我的实力，不是你的施舍。请你带着你的合同离开我的工作室。你就这么恨我，连一个弥补的机会都不给？我不恨你，我只是不在乎。老张，你在许氏干了10年，供应链那块你最熟，帮我个忙有重谢。安小姐，您说只要我能办到。晨光工作室最近跟好几家代工厂签了联名订单，你帮我查清楚是哪些厂。这要是被查出来，我在许氏就待不下去了，徐总那边也不会放过我的。20万现金，先付10万定金，事成之后我另外给你介绍工作。你跟了我那么久，还怕没出路？安小姐，这事风险太大了，万一晨光追究起来怎么办？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20万够你儿子出国留学了，你就说干不干？好，我干。但说好了，出了事你得保我。叶慕思，你让我身败名裂，我就让你的晨光灰飞烟灭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木心，出大事了！星辰代工厂刚刚发来邮件，说我们的核心联名订单被单方面取消了。什么理由？他们说产能不足，优先供应其他客户。可我们明明签了合同，定金都付了。先别急，还有几家代工厂，另外2家也回了邮件，说是原材料短缺，要延期3个月。3家同时出问题，这太蹊跷了。3家同时出问题，这不可能是巧合，有人在背后搞鬼。于月，把3家工厂的联系方式和回复内容全部整理给我，我这就去办。木心，你觉得是谁在搞我们？除了安雨荣和许富敖，还能有谁？张总，这些代工订单
我们是签了合同的，你们单方面违约，知道要赔多少违约金吗？叶总，实在对不住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对方给的价更高，还说如果我们继续做你们的单子，以后就别想在圈里混了。对方是谁？这我不能说，说了我在这一行就完了。叶总，违约金我们会照付，但订单真的接不了。张总，违约金我会招兵追讨，但这件事没完，幕后的人我迟早会挖出来。你帮他做坏事，就不怕有一天他反过来咬你？于，帮我查最近1个月所有跟我们接触的代工厂变动情况，越详细越好。查清楚了，是安雨荣联合了许氏的一个供应链经理，叫张坤，他们用高价截胡了你的订单，3家代工厂都收了他的钱。果然是安雨荣，他被行业封杀了还不消停，非要把晨光搞垮才甘心。这个女人到底有完没完？许富敖对这件事不知情，是张坤私下操作的。张坤之前跟安雨荣走得很近，我已经让人通知许富敖了，张坤应该很快会被处理。不管许富敖知不知情，我们的订单已经没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新的代工厂，不然这批联名产品全部要延期赔付，违约金够晨光喝一壶的。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。这是程氏旗下的高端加工厂，设备和技术都是业内顶尖，产能足够接你的全部订单，而且品质有保障。叶总，久仰大名，程总已经交代过了，您的订单我们优先排产，品质绝不含糊。您有什么特殊要求，尽管提。程澈，谢谢你，每次我遇到麻烦，你总会出现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还你这份人情。不用还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，跟我说，不要一个人扛。合作愉快，品质不能打折，交期不能延误，有问题直接找我，随时沟通。叶总放心，程氏出品必属精品，绝不会让您失望。木心，你放那份假稿在桌上干嘛？故意让人看？安雨荣一直在暗中盯着我们，他结了代工厂的订单还不够，肯定还想偷我的设计稿。我了解他，他不会停手的。你是说你要用假稿引他上钩？让他以为偷到了真东西。安雨荣不是喜欢偷我的设计稿吗？我就让他再偷一次。这次我要让他自己跳进坑里，摔得粉身碎骨。高，这招请君入瓮绝了！我配合你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明天你故意在前台提一嘴，说我刚完成了下一季新品的设计稿，就锁在抽屉里，然后就等他自己找上门。这是晨光工作室下一季的新品设计稿，我要你照这个批量生产，用最便宜的材料，最快的速度。安小姐，这设计看着挺复杂呀，工艺要求不低，得加钱。钱不是问题，但我要你在产品上打上晨光的标签，包装也要一模一样，让消费者以为是正品。打人家品牌标签，这要是被查出来，我这厂子就完了。出了事儿我担着，你就说做不做，不做我找别家。做，加3成价。但先说好了，要是出了事儿，可别把我供出来。叶慕清，这次我要让你的晨光臭遍全行业，等你口碑崩了，看你还能得意多久。安雨荣，你背着我勾结张坤，截胡晨光的代工厂订单，你还敢来见我？方哥哥，我只是想帮你出气。叶慕心当初那么对你，我只是看不惯他现在这么得意。帮我出气，我用得着你帮？张坤已经被我开除了，你的那些小动作我全都知道了。你截胡订单，威胁代工厂，这些事你以为能瞒多久？可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爱你啊！叶慕清他有什么好？他毁了我的一切，要不是他，我现在还是许氏的设计师。你的一切是你自己毁的，你的那些小动作我全都知道了，抄袭、陷害、买通工作人员，哪一件是我逼你做的？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？悔改？我凭什么悔改？都是叶慕心的错，他不出现，一切都不会变成这样。他抢走了你，毁了我的前途，我恨他。你恨他，是你一直在害他。从她怀孕到流产，从抄袭陷害到截胡订单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查清楚了。把她带出去，从今往后，许氏任何人都不许帮安雨荣做事。许父啊，你也向着那个贱人。好，你们都护着他，我就让他彻底翻不了身，谁也别想好过。加快进度，我要在下周1之前看到成品上市。钱我再给你加5万。蓝小姐，这么急，质量可保证不了啊，工艺跟不上。谁要质量？
越烂越好，只要数量够，能最快铺满市场就行。我要让晨光的招牌砸得稀碎。你们晨光卖的是什么破烂？我花8000买的项链，戴了3天就掉色，这特么是镀铜的吧？我在网上查了，你们这批货跟官网宣传的根本不一样，材料差远了，你们是不是真假混卖？各位请冷静，我这就联系总部核实情况，我们晨光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儿。核实什么？这就是假货，我要退钱还要赔偿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晨光的品质。大家千万别买晨光的东西，又贵又烂，纯属骗钱。这种品牌就该倒闭。莫西，出大事了！市面上突然出现一批打着晨光标签的劣质产品，消费者集体投诉，网上已经炸锅了。叶总，已经收到30多通退单电话了，还有人在网上发视频说我们是骗子，播放量已经破10万了。先把所有投诉信息汇总，不要慌，通知所有门店暂停销售，配合调查。木心，这批假货明显是冲着我们来的，资金链本来就紧张，再这么退单下去，工作日撑不了多久，供应商那边还要付尾款。我知道是谁干的，安雨文，他偷了我的设计稿，找山寨厂仿造，他是想用劣质仿品搞臭我们的名声。你说的是那个假稿？请进。母亲，这是城市的法务总监周律师，这位是珠宝行业资深顾问陈教授，他们会协助你处理这次的仿品危机。叶总，我们已经收集了市面上所有仿品的样本，做了详细比比，初步判定对方侵犯了你的设计专利和商标权，可以立即启动法律程序。我建议在行业品鉴会上公开自证，让全行业都看到你的原创证据，舆论会站在你这边的。品鉴会是最好的反击舞台。好，品鉴会定在什么时候？我需要准备全套设计原稿。下周3，全国珠宝行业品鉴会，届时会有200多位行业嘉宾到场，包括媒体和品牌商代表。晨光工作室自成立以来，每一件作品都是原创设计。最近市面上出现的仿品与晨光正品在工艺、材料、标识上有本质区别。今天我向大家展示破茧羽系系列的完整设计原稿以及专利注册证明。我已经启动维权程序，并将我手里的证据递交。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。原创设计是珠宝行业的灵魂，任何人都不应该用仿品来玷污这个行业。这设计原稿这么完整，从草图到成品的每一步都有记录，一看就是自己原创的。那个仿品明显是恶意搞鬼。支持原创，支持晨光，这种恶性竞争必须被制止。经行业协会与第三方鉴定机构联合调查，确认市面上流通的晨光标签产品系山寨工厂仿造，与晨光工作正品存在根本性差异，判定山寨公司构成设计侵权与商标冒用，责令全部产品即刻下架，并向晨光工作室支付赔偿金300万元。300万元？你们凭什么把我赔300万？就凭一份鉴定报告？鉴定报告显示，你提供的设计稿与仿品完全一致，你是此次侵权事件的主导者，你提供的假稿、支付的定金与山寨厂的通讯记录全部在案。安雨柔，你算计了这么多，到头来算计的是你自己。你以为偷了我的假稿就能赢？从你动手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输了。叶慕清，都是你设的局，你这个贱人！安小姐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这里是行业协会，不是菜市场。300万，我上哪儿弄300万？山寨厂那笔账还要我付，全完了。李总，我之前帮您做过设计，能不能给我个工作机会？什么？不需要了。晨光那件事都是误会。喂，李总，王姐，您那边还招人吗？被封杀了。没有的事，都是造谣。喂，完了，全完了，没人用我了。我的一辈子全毁了。目前，海外高端联名项目拿下了，法国奢侈品牌卢米尔亲自发来合作邀约，合同金额8位数。卢米尔，他们的品牌总监之前一直不肯见我们，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是我帮你牵的线。他们在品鉴会上看到了你的资证，对你非常欣赏，再加上城市的资源背书，他们没理由拒绝。程俏，这次的事如果没有你，晨光可能已经不存在了。一次又一次，你总是出现的刚刚好。母亲，我说过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不是作为投资人，而是作为想守护你的人。哎呀，我是不是该回避一下？你们慢慢聊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母亲，恭喜你拿下海外联名项目，我是专门来祝贺你的。许先生的祝贺，我可不敢当。母亲，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，伤害了你，背叛了你，这些都是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。
但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我发现我心里真正爱的人一直是你。我们能不能复婚？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发誓会用余生弥补你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。许先生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有值得信任的伙伴，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填补我的生活，请你不要再来了。我们已经是两条路上的人，祝你幸福。母亲，我真的后悔。木心，听说今晚的行业晚宴，许富阳也来了，你小心点，我总觉得他没安好心，他那人偏执得很，什么荒唐事都做得出来。无所谓，他做什么都跟我没关系，我现在只想把晨光做好，其他的不想理会。母亲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我有话想对你说，就几句话，给我几分钟。许先生，我不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，该说的早就说清楚了。叶母亲，我知道你喜欢了我10年，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？我知道以前是我混蛋，是我对不起你，现在我知道错了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徐总，这里是行业晚宴，不是你的私人舞台，请自重，不要扰了大家的兴致。我在跟穆前说话，轮不到你插嘴。你算他什么人？我是他愿意站在身边的人，而你是他不想再看见的人。许先生，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把话说清楚，我叶慕清对你早已没有任何感情，不是赌气，不是欲擒故纵，是真的不在乎。你的纠缠只让我觉得困扰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是因为程澈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早就跟他在一起了？所以你才对我这么绝情？跟任何人都无关，是你亲手把我对你的感情一点点磨没了。从你第一次为安源打我巴掌开始，从你把我锁在房间里不管我死活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。我不信，程澈，都是因为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母亲，我不是许父昂，不会当众逼你做决定，但我想告诉你，从我第一次在画展上看到你，我就认定你了。画展？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在医院的吗？比那更早，3年前的珠宝设计巡展，你穿着白色套装站在自己作品前讲解设计理念，我站在人群里，一眼就看见了你。那时候你还没嫁给许父昂。程澈，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里走出来，我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相信爱情，我怕我会辜负你。不用现在回答我，这枚戒指我先收着，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，不管多久我都等。你不需要有压力。你不怕我只是利用你，利用城市的资源帮晨光翻身？行业内都在这么说。如果你愿意利用我一辈子，那我求之不得。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我只在乎你怎么想。那我们就试试吧，我不想再错过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了。你说真的，不是骗我？真的，你陪我走过了最难的日子，我不想再错过了。戒指我先留着，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再正式送给你。程总，许氏最近动作很大，他们恶意抢了我们3个合作标，还在业内散布城市资金链断裂的谣言，已经有2个合作方来问情况了。许富阳这是在报复，他觉得是我抢走了穆亲，所以要把气撒在程氏身上，真是幼稚。程总，要不我们先避避火头？许氏虽然近年走下坡路，但底子还在，硬碰硬我们也有损失。避？我为什么要避？他从我手里抢走的，我加倍拿回来。许氏的底子我比谁都清楚，外表光鲜，内里早就烂了。去查许氏近5年的商业往来，尤其是大额合同和竞标记录，我要找出他们的违规操作。明白，我这就安排最专业的人去查。程总，还有一件事，说许氏去年跟中天集团的内里合作，账目有些可疑。当时业内就有人传，许富傲在合同条款上做了手脚，就从那笔账开始查，越细越好。徐总，城市那边好像开始查我们的旧账了，财务那边收到风声，说有人在调阅我们近5年的合同记录。查？让他查。许氏的账面上干干净净，他查不出什么。徐总，3年前项目那笔账，还有去年跟中天集团的合作，恐怕会成为我们的把柄。那2笔账处理干净了吗？应该是干净的，但惩处的人手段很专业，我怕他们挖到什么。怕什么？就算他们查到了，没有实质证据也动不了我。继续给我打压程氏，我要让他知道，跟我抢女人是什么下场。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该收手了？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会引火烧身。收手？我许富阳什么时候收过手？他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他好过。去办。设计稿，核心设计稿一定在这。只要投出去卖了，就能拿到一笔钱让我离开这里了。你果然来了，
我就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，一定会再来。你设了局一直等着我，从你上次偷我设计稿开始，我就在工作室装了隐藏监控。我知道你这种人不会甘心，一定会再来。果不其然，人赃并获，你手里拿的是晨光的核心商业文件，我已经叫了律师，你这次逃不掉了。母亲姐，不，叶总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欠了300万，债主在催，我到处借不到钱，也找不到工作，我只有这一条路了。你当初设计陷害我的时候，想过我也走投无路吗？你找人在医院地上涂油害我流产的时候，想过孩子是无辜的吗？你抄袭我的设计，仿造我的产品，搞臭我的名声的时候，想过我也有今天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放过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保证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，我明天就离开这里，永远不回来。带走，交给律师处理。你会遭报应的，你们都会遭报应的，我不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他终于出局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背后捅刀子了。有我在，没人能再伤害你。徐总，媒体都在外面，董事会已经宣布公司进入清算证据，我们的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了，债主在楼上等着。20年，许氏20年基业就这么完了。我父亲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，我才10岁。城市那边放出的证据太致命了，合作方全部撤资，没有翻身的可能了。徐总，应该为自己打算了。这辆车你拿着，卖了换点钱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不能让你白忙活，我欠你。徐总，您留着吧。您接下来准备去哪儿？离开这里，去南方，从头开始。也许做个小生意，过点清静日子。您不见叶小姐一面吗？她应该不会想见我。徐总，目前在开会，不会见你。我就想见他一面，说几句话，几句话就好。说了太多话了，当众表白，恶意打压，散布谣言，你觉得他还想听你说什么？我知道我输了，输得彻彻底底。我不怪你，也不怪他，是我自作自受，我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自己。徐总，好自为之，有些路走过就不能回头了。再见了，许扶摇。从今往后，各走各路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从今往后，你只需要向前看，不必再回头。我知道，有你在，我不怕。过去的一切都随风散了吧。爸，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母亲。坐吧。叶小姐，我调查过你的背景，离过婚，前夫是许氏集团的许富昂。是的，程伯父，我和许富昂已经离婚，那段婚姻早就结束了。结束？许家现在破产清算，业内谁不知道你和他的那些事？程家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进门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爸，穆宁的过去不是他的错，我爱他，这就够了。您能不能别揪着过去不放？够了！你懂什么？婚姻不是儿戏，门不当户不对，将来有你苦头吃。程家继承人不能有这样的污点。程伯父，我理解您的顾虑，但我是凭自己的本事站在这里的，不是靠任何人的施舍。我的过去我不会否认，但我也不觉得那是我配不上程潇的理由。离婚不是我的污点，是我的经历。哼，嘴倒是挺硬，不过光有嘴硬没用，想进程家的门没那么容易。程家不认你这样的儿媳妇。爸，母亲是我带回来见您的，不是来接受审判的。你要是不欢迎，我们现在就走，以后也不会再来。你走可以，把他也带走，但记住我的话，我不会同意你们的事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他别想进程家的门。程伯父的反对比我想象中要激烈，但我不怕。我走到今天，什么风浪没见过。程少，这是安娜。你好，你王叔的女儿，刚从米兰留学回来，学的就是珠宝设计。从今天起，她担任程氏的设计总监。程孝哥，好久不见，小时候还带我去过游乐园呢，记得吗？那时候你说要娶我当新娘的。不太记得了。爸，设计总监的人选我已经有人选了，不用麻烦外人。安娜不是外人，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你们年轻人多接触接触，对工作有好处。贺助理，帮安娜安排工位。程社哥，我听程叔叔说你最近在做高端珠宝线，我对欧洲市场很熟，认识很多买手和渠道商，
可以帮上忙的。工作的事找贺助理对接，他会安排。我还有其他事，失陪了。程潇哥，你对我冷淡没关系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我比那个离过婚的女人好1000倍。程叔叔，程澈哥好像不太理我呢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安娜，你和程澈多走动走动。叶慕恨那丫头我看不上，但程澈被她迷住了，你要加把劲儿，我支持你。程叔叔放心，我比那个离过婚的女人强多了。论家世，论学历，论相貌，我哪样不比她好？程澈哥迟早会看清的。我就喜欢你这自信劲儿，程家的儿媳妇就得是你这样的。那个叶慕寒门不当户不对，我不会让她进门的，你放心。你就是叶慕钦，长得还行，不过跟程啸哥不太配。他还真是自降身价。安小姐找我有什么事？如果是工作说需求，如果是私事，恐怕我没时间。我直说吧，你离过婚，家境也一般，根本配不上程啸哥。程家是什么门第，你心里没数吗？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谁啊？跑我们晨光来撒野？我们叶总不欠你的，嘴巴放干净点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跟叶小姐说话，轮不到你插嘴。一个小小的助理也敢跟我叫板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安小姐，感情是2个人的事，我配不配得上程澈是程澈说了算，不是你，也不是程伯父。你跑到我这里来宣示主权，不觉得太可笑了吗？嘴挺硬，不过现实会教你做人的。咱们走着瞧。程叔叔已经答应帮我了，你觉得你能撑多久？1个月？2个月？安小姐，如果没有工作上的事儿，我就不送了。我很忙，没空听你说这些。晨光的门以后不欢迎你。你好，你等着。慕钦，这女人什么来头？嚣张成这样。程伯父安排的，程家那边不松口，这种以后只会更多。但我不怕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种人程伯伯也看得上，眼睛瞎了吧？别气了，他来示威说明他没底气。真正有实力的人不需要跑上门来放狠话。你说的对，看他能蹦到多久。我手机响了。没有啊，你听错了吧？可能是我的手机在震动，会议室里信号不好。程澈哥，我听说叶小姐工作室最近出了不少问题，会不会因为压力太大了，脾气不好，连带着对你也不好啊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说，像叶小姐那样的女强人不会照顾人，喜欢乱发脾气。你要是觉得累，可以跟我聊聊，我随时都在。慕钦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，你这些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关心你，怕你受委屈，毕竟你可是程氏的继承人，不应该被那种女人拖累。程澈哥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我订了法式餐厅的位子，想跟你聊聊欧洲项目的细节。没空，晚上我要陪慕金，有什么事明天工作时间说。你就那么在乎他？他到底哪里好？他哪里都好，请你出去，我要工作了。程总，刚才安娜小姐是不是跟您说叶小姐的坏话了？我已经好几次看到她故意不接叶小姐的电话了，还有2次删了叶小姐发来的消息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的私人物品不要让安娜碰。还有，帮我把手机设置密码，她再碰我手机，直接告诉我。明白，程总，我会留意的。安娜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坐下。程澈哥，什么事儿啊？表情这么严肃，吓死我了。从今天起，我的私人电话消息不需要你带接带转。还有，别在我面前说慕钦的坏话，我不喜欢，非常不喜欢。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。我没有，可能是误会，我只是担心你被蒙在鼓里。那个女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人。有没有你自己清楚。安分守己，做好你的本职工作，别的小动作我不想再看到第2次。记住了。程澈哥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你为什么就看不到？那个女人有什么好？她离过婚，配不上你。因为我眼里只有她，从始至终只有她。请你出去。慕钦，我能进去吗？当然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，没休息好？安娜的事你都知道了。楚仪跟我说了，我没放在心上，你不用为这事烦心。他那种手段太低级了，不值得你动气。我不是烦心，我是怕。我怕你会因为这些事觉得累，觉得跟我在一起太麻烦，然后离开我。我爸反对，安娜搅局。傻瓜，我经历过那么多才走到你身边，怎么可能因为这点事就放弃？你在，我就在，不管谁反对，
我都不会走。我答应过你。谢谢你，母亲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，我们一起扛。程孝哥，为了庆祝欧洲项目顺利签约，我们再干一杯。这可是大喜事啊，值得多喝几杯。不喝了，我该回去了，母亲还在等我。再喝一杯嘛，就一杯。这个项目我也出了不少力呢，你就当感谢我好不好？别那么急着回去嘛。今晚这么开心，不多庆祝一下？我说了不喝，不用再去了。程总，安娜安排的人在隔壁房间等着拍照片，已经被我们抓住了。他们招了，说是安娜雇的，吩咐他们专挑暧昧的拍。安娜，我以为你只是任性，没想到你这么卑鄙，设计灌醉我，安排人拍暧昧照，你想干什么？逼宫上位，让穆晴看到照片离开我。程车哥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，我没有别的办法。叶木心把你迷得团团转，我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喜欢？你用这种方式喜欢一个人？明天开始，你调离设计总监岗位，去分公司报道。再让我发现你搞小动作，就不是调岗这么简单了。你好自为之。程车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程叔叔不会同意的，他会把我……我爸那边我自己会去说，但从今天起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。把那些人交给法务部处理。还有，今晚的事不要告诉母亲，我不想她担心。明白，程总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叫司机送您回去？没事，我没喝多少。你处理完这里就下班吧。你把安娜调去分公司，谁给你的权利？她是我安排的人，你怎么敢？她设计陷害我，安排人拍暧昧照片，想散播到网上影响我和木心的关系。这种人不调走，留着他继续害我。就算他做的不对，那也是因为他喜欢你。他有什么错？那个叶木心有什么好，让你这么执迷不悟？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爸，这是我的感情，我自己做主。您别再把安娜往我这边推了，我不需要，也不想要。我这辈子只要木心一个人。那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手里的核心项目全部寂停。欧洲那个珠宝线你也别管了，什么时候跟那个叶木心分手，什么时候恢复你的权限，你自己选。你拿项目威胁我，拿城市威胁我。您觉得我会为了项目放弃木心？不是威胁，是选择。你选他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想清楚。我选木心，项目您收回去吧，我不稀罕。城市的股份您也收回去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他。你这个逆子！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爸，您保重身体。儿子不孝，但儿子不后悔。逆子啊，逆子！我爸收回了我所有的项目权限，连股份也冻结了。我暂时没地方去了，能不能收留我？你为了我放弃了项目和城市的股份，值得吗？不是放弃，你疯了吗？是选择。城市的项目随时可以再做，股份也可以再赚，但你只有一个，错过你，我再也找不到了。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，地方不大，但干净暖和。委屈你了，程大少爷。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，不委屈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人了，你可得对我负责。程大少爷现在身无分文，你可不能嫌弃我。放心，我养得起你。不过你得帮我干活，不许偷懒。贫嘴，去收拾房间吧，客房在那边，床单被套都是新的。保证完成任务。老爷，少爷搬去叶小姐的公寓了，她的行李都带过去了，一点都没留，银行卡也没带走，身上可能只有几千块现金。这个臭小子，真为了一个女人，连城市都不要了。我养他30年，抵不过一个认识2年的女人。少爷是认真的，从小到大，我从没见过少爷为了谁愿意放弃一切。由他去吧，我是为他好，他太年轻了，不懂。叶慕岑，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那我就让你这个海外项目彻底泡汤，看你没了程潇哥的掩护，还能嚣张到几时？程彻哥不要我了，程叔叔也保不了我，但我不会让你好过。叶慕音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木心，大事不好了！海外合作方突然发函，说我们的设计方案跟他们竞品的最新发布高度重合，质疑我们抄袭，要求终止合作，还要追究违约金，数额巨大。什么？我们的设计是原创的，怎么可能跟竞品重合？对方还附了对比图，核心创意确实一模一样，可我们的设计稿从来没有外泄过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人泄密了，从内部开始查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要放过。另外，
把对方的对比图发给我，我要看到底是谁在搞鬼。这件事不简单，我马上办。木七，会不会是安娜？她最近被程彻调走了，怀恨在心。十有八九，程彻的电脑上确实有咱们晨光海外项目的机密文件，但我们现在需要证据，让他以为得逞了。程策那边我去说，让他帮忙查内部记录。木七，如果真的是安娜干的，咱们怎么办？她现在在城市还有权限吗？她在城市还有备用权限，程确已经调她走了，但账号可能还没注销，这就是漏洞。那得赶紧告诉程彻，让他别再得逞了。我要让他以为自己的计划成功了，然后一次性把他定死，打草惊蛇就前功尽弃了。程总，查到了，泄密文件最后一次被访问的时间是3天前的深夜11点20分，访问账号是安娜的备用权限 ，IP 地址就是档案室的那台电脑。能还原她的操作记录吗？可以，我们的系统有底层日记备份，即使删除前败记录，后台也能恢复。邮件收件人是一个海外地址，跟竞品公司的关联邮箱高度吻合，这是铁证。证据够了，安娜这次是自作自受，谁也救不了她，我这次不会手软了。等等，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我要让他当着程伯父的面无话可说，一次性解决，永绝后患，让他再也翻不了身。目前查到什么了吗？安娜干的，证据已经拿到了，操作记录、邮件记录、IP 地址全部在案。明天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他以为删了记录就没事，太天真了。太好了，这个女人终于要遭报应了。母亲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约程伯父见面，当着他的面揭穿安娜，让他看看他推崇备至的好女孩到底是什么货色。程总，还有一条重要发现，安娜在发送邮件之前，曾经3次登录系统查看同一个文件，说明她对这个项目很了解。安娜把晨光的海外项目研究得很透，显然是早有预谋。这么多铁证，足够让他发现他在身败名裂了。我安排一下，明天在程家见面，让他亲口承认自己的罪行。你说有重要的事要说，还把我们都叫来，到底什么事？我还有会要开。爸，这是安娜泄露晨光海外项目机密的完整证据，包括后台操作记录、外发邮件、收件人地址与竞品公司的关联分析，请过目。什么？程超哥，我没有，那些记录是伪造的，是叶木心陷害我。系统日志不会骗人，你深夜进入档案室，用备用账号访问晨光机密文件，拍照发给竞品公司，每一步都有时间贴，每一秒都记录在案。你要看原始日志吗？安娜，这是真的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事，泄露商业机密，你让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？我们程家的脸往哪？程叔叔，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，我没想闹得这么大，我只是太恨他了。这种人已经不配留在城市，我已经在业内通报，将他开除并列入黑名单。从今往后，任何与城市合作的企业都会收到这份通报。他在这个行业算是彻底完了，收拾东西离开程家，离开这座城市。再让我看到的就不是开除这么简单，我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程潇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们都会后悔的。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事。程叔叔，求您帮帮我，我错了，我不能离开城市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自己犯的错，自己承担，我帮不了你。安娜的事我认栽，是我看错了人，但叶慕辰的事，我的态度不变，我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。爸，安娜是您安排的，她做了什么事儿您也看见了，这样的人您都信过，为什么就不能给慕辰一个机会？因为她离过婚，因为她出身一般，因为程家的脸面不能丢在我儿子手里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我活了60岁了，不能晚节不保。爸，那我今天也把话说清楚，哪怕放弃城市所有股份，哪怕一无所有，我也绝不会和木心分开。你要断父子关系，我认；要打官司分家，我奉陪。你说什么？你要为了一个女人不要你爹了？你疯了？你脑子真的进水了吗？我不是不要你，是您逼我做选择，我不想选，但如果非选不可，我选他。这辈子我非他不娶，谁也改变不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就这么爱他？为了他，连城市都可以不要？爸，城市是您的，您想给谁就给谁，但他是我选的，这辈子我只认他一个。你就这么确定他不会辜负你？他离过婚，他离过婚是因为遇人不淑，不是他的错。我愿意用一辈子去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。你走，我不想再看到你，出去！目前海外那边催着要回复方案，你想到对策了吗？再拖下去，违约金就压死我们了。想到了，既然他们说我们的设计和竞品重合，那我们就做一个升级版，比之前更好。我已经画了新的方案草图，你看，这比原来的设计还要惊艳。木心，你简直是个天才！这版融入了更多东方元素，外国人肯定喜欢。
这叫因祸得福啊！马上安排制作样品，用最高规格。我要让对方看到的设计是不可复制的，抄袭者只能抄到旧的东西，原创者永远走在前面。各位，之前的方案被人恶意泄露，我们深表遗憾。但这版全新设计是我们团队的诚意之作，它融合了更多东方元素，工艺上也做了创新处理。我相信它比之前任何一个版本都要出色。抄袭者只能抄到旧的东西，原创者永远走在前面。叶小姐，这个方案我们非常满意，它不仅解决了之前的争议，还带来了更多惊喜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想追加合作，将订单量扩大3倍，您接受吗？感谢信任，晨光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我们会用最好的品质回报您的信任。合作愉快。晨光工作室从创立至今，经历了无数风雨，有人陷害，有人抄袭，有人打压，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原创设计的追求。今天，晨光正式跻身国际1线珠宝品牌，这离不开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。未来我们会走得更远，谢谢大家。这丫头倒是真有几分本事，在台上这么从容，不比男人差。面对那么多大人物，一点也不怯场。老爷，叶小姐确实不简单，晨光能有今天，全靠她一个人撑着。程澈少爷的眼光也许没那么差，您说呢？先回去吧，那丫头处理危机的手段倒是比我见过的很多男人都强。晨光这次海外项目，她不但没垮，反而把订单翻了3倍。安娜在她面前根本不够看，我真是老了，看人不如从前准了。老爷，少爷的眼光也许没那么差，叶小姐这样的人确实配得上少爷。您看是不是该松口了？再看看吧，让我再想想。程澈那个臭小子，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，有没有吃苦。你觉得叶慕清那丫头真的适合程澈吗？老爷，适合的。叶小姐有能力，有品格，又真心对少爷好，少爷和她在一起是真的开心。再看看吧，也许我真的老了，跟不上年轻人的想法了。老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该休息了。你先去吧，我再坐一会儿。爸，我想跟您谈谈。说，我听着。慕清是我认定一生的人，非他不娶。我知道您之前反对，是因为担心他配不上程家，但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。晨光现在是国内1线品牌，他的能力和品格，圈内人有目共睹。我不是在求您同意，我是在告诉您我的决定。不管您答不答应，我都会娶她。但我希望，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有您在。我希望您能见证我的幸福。那个丫头确实不错，有骨气，有能力，也不卑不亢，比我之前想的要好。程澈，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见了，爸老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爸，您这是同意了？我不干涉你们的感情了，但程家的规矩不能丢，婚礼要体面，要隆重，不能委屈了人家姑娘，该有的排场一样都不能少。爸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别谢我，我只希望你幸福。那丫头能让你笑，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让你开心，这就够了。我老了，不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了。慕清，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，再也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了。爸，我会好好对她的，我发誓。去吧，去找她吧，别让她等太久。喂，慕清，我爸同意我们的事了。陆总，您要的晨光工作室资料整理好了，说说看。晨光工作室成立于2年前，创始人叶慕清，笔名慕晨，主打原创设计，风格偏东方美学。目前年营收已过亿，海外联名项目刚签了3倍追加订单。2年时间做到这个规模，有点本事。业内都说他是珠宝设计天才，上个月还拿了国际设计金奖。天才，在国内市场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别想称王。凡希回国发展的第一步就是把晨光踩下去。陆总的意思是，先收集情报，我要知道晨光所有核心设计师的背景、薪资、弱点。人是所有公司最大的漏洞。明白，我这就去查。木心，2点方向，那个穿浅棕色西装的就是陆明远，凡希的负责人，最近动作很大。我知道他，在国际展上见过一次。叶总，久仰大名，晨光的作品我看过，很有灵气。陆总客气了，凡希在国际市场上才是真有影响力。国内市场水深，
一个品牌想要站稳脚跟，可不是光靠设计就能行的。我多说几句，叶总别见怪。陆总说的是经验之谈，不过晨光能走到今天，靠的是真本事，再大的风浪也经历过。程总护得这么紧，看来叶总真是找了个好依靠。不过靠人不如靠己，程总你说呢？穆青靠的是自己，我不过是站在他身边而已。但愿程总可一直站得稳。告辞。这个人来者不善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穆青平时待你们不薄，你们3个一起走，什么意思？商量好的？初姐，凡熙开了3倍公司，还有独立团队和设备预算。我孩子刚上幼儿园，房贷也压在身上，实在拒绝不了。3倍薪水，陆明远出手竟然这么阔落。还有谁要走？还有实习生小李和小王，另外有3个长期合作客户要跟我们解约。客户也解约了？解约理由是什么？他们说凡熙的设计更国际化，价格也更优惠。还有人暗示说晨光快撑不下去了。快撑不下去了。陆明远在业内放话，说3个月内要让晨光关门。想走的我不拦，晨光从不强留任何人，但留下来的，我叶木基承诺，只要我在，晨光就不会倒，不仅不会倒，还会比以前更好。叶总，我不走，您教了我那么多，我想留下来。谢谢你的信任，去把留下来的所有人的简历和作品集整理给我。你这是？我亲自带。从今天开始，晨光启动内部新人培养计划。于去通知所有人，10分钟后开会。从今天起，每人都要进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木贤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被打倒，晨光不会被这点风浪击垮。陆明远想看我倒，我偏要站得更直。今天我要教你们的，不是怎么模仿西方设计，而是怎么做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。国风珠宝不是简单的把龙凤牡丹搬到首饰上，而是把东方美学融入每一寸线条。叶总，国风设计对工艺要求很高，我们的水平能跟上吗？所以才要练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人每天交3份草图，我亲自批改，从线条到配色，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抠。我会把我知道的全部教给你们。叶总，您每天批改这么多，不会太累吗？累也值得。你们现在是晨光的未来。穆琴，好消息！有几个之前犹豫的客户，听说你亲自带队设计新品，表示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告诉他们，下个月的新品品鉴会，我会拿出让他们惊艳的作品。叶总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，不让您失望。这套云纹凤栖系列，以祥云和凤羽为灵感，用拉丝工艺模拟云纹的流动感。镶嵌部分采用古法鎏金技术，既有传统韵味，又符合现代审美，确实与众不同，市场上很难找到同款。叶总的设计总是有独特的气质，我愿意续约，还要追加30套订单。叶总的设计从来没让我失望过，这次的新品我订50套，那些流言蜚语我不信，作品会说话。感谢各位的信任，晨光会用作品说话，不会让任何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失望。国风系列，叶木青倒是会另辟蹊径，培养新人，搞差异化设计。他以为这样就能高枕无忧了？晨光的核心客户基本盘稳住了，我们挖过来的人和客户效果不如预期，3个设计师带过来的作品，业内评价一般。挖人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商业竞争。帮我联系晨光的上游供应商，尤其是那几家做贵金属和宝石的。陆总，您是想垄断珠宝原料？我要跟他们签独家协议，只要能切断晨光的原材料供应，他就做不出产品。没有产品，客户再多也没用。我要让叶慕禅知道，跟我斗，他还嫩了点。独家协议成本会很高，晨光的供应商有几家合作多年了，对他们的忠诚度很高。忠诚度，在商业世界里，忠诚度只取决于价格够不够高，4成溢价不够就5成，5成不够就6成。钱是工具，只要能赢，花多少都值得。陆总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张总，长话短说，凡熙愿意以高于市场价4成的价格
签3年独家供应协议，预付款1500万。你们的贵金属和宝石只供给樊西一家。独家？可我们跟晨光合作2年多了，叶总那边人很好，从没拖欠过货款。5成溢价，合同3年，预付款2500万。张总，你1年才赚几个钱？这笔账不用我帮你算吧？好，我签。但叶总那边我该怎么交代？那边我来处理。记住，从下个月开始，晨光的订单一概不接，违约的事儿我来摆平。你只要记住，你的供应商合同上现在只有樊西的名字。母亲，3家主要供应商同时终止合作，说是签了独家协议，不能再供货。我们的原材料库存最多撑2周。陆明远真是下了血本，独家供应，溢价收购，铁了心要断我们的后路。没有原材料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下个月还有订单要交付啊！陆明远这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。母亲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供应商的事我已经在想办法。你有办法？城市在海外有几条矿产资源线，一直跟南美和非洲的宝石矿有合作。我已经让贺助理联系了，对方有兴趣谈长期直供。时间来得及吗？2周内要到货。来得及，城市的海外供应链效率很高。走吧，我带你去谈。卡洛斯先生，城市愿意与贵矿达成长期直供战略合作，年采购量不低于2000万美元。程先生，城市的信誉我们认可，直供没有问题，价格可以比市场价低1成5。还有一个条件，晨光工作室共享这份供应链，享受同等直供价格。晨光规模不大，而且我们在亚洲有别的合作伙伴。晨光是城市的核心传络合作方，这个条件不答应，直供协议免谈。我可以承诺，城市明年的采购量再追加30%。好，程先生的面子我们给，晨光享受同等直供价格，下周就可以发货。你为了我放弃了更好的谈判条件，还追加了采购量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。你的财位室就是我的解决了，我们可以推出高性价比产品线，正面迎战陆明远的价格战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今天樊西要向各位展示最新力作翼展天际系列。这套设计融合了羽翼元素与流线型工艺，代表樊西对自由与美的理解，是我们团队耗时半年的心血之作。母亲，这不是你的经典羽翼设计吗？他换了个名字就敢发布，简直欺人太甚。不只是照搬，他做了项微修改，抢先注册了海外专利，这是蓄谋已久的。太卑鄙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叶总，看了我们的新系列，有什么评价？欢迎指教。陆总，抄袭别人的设计，改个名字就说是自己的，你的脸皮比我想象中厚。抄袭？叶总说话注意分寸。翼展天际已经在海外注册了专利，受法律保护。倒是晨光的羽翼系列现在涉嫌侵权我的专利，我建议你赶紧下架相关产品。你偷了我的设计，反过来告我侵权？商场如战场，叶总，要么下架所有相关产品，要么准备收律师函，赔偿金额嘛，你倾家荡产也付不起。我劝你趁早认输，还能少赔点。陆明远，你别太得意，真相迟早会大白。你敢不敢跟我去行业协会仲裁？仲裁？奉陪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还是先准备赔偿金吧。我有专利在手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凭你那张嘴吗？鱼，帮我联系国际珠宝行业协会，准备所有证据。这场仗我陪他打到底。他想用专利压死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这是我大学期间的手稿，羽翼设计的第一个版本，就在这里。那时候我才20岁。日期是8年前，比陆明远注册专利早了整整6年。这是晨光成立后每一次发布羽翼系列的时间记录，包括媒体报道、展会手册、客户订单，每一个都有明确的时间戳。还有我在国际设计论坛上早期发布的设计概念。这些足以证明你是原创者。陆明远抄袭在先，反咬一口。我要把这些全部提交给国际珠宝行业协会，申请仲裁，让全世界知道他是个剽窃者。我陪你一起整理，今晚不睡了。程程，谢谢你，每次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都在。叶女士，您提交的仲裁申请我们已初步审核，
您声称陆明远抄袭了您的羽翼设计，请问有什么具体证据？这是我8年前的设计手稿，有明确日期。这是晨光每一次发布羽翼系列的时间记录和媒体报道，还有陆明远抄袭产品的对比分析，核心元素重合度95%。此外，我们有证人证明陆明远曾在多个场合接触过晨光的作品，抄袭是蓄意且有预谋的。证据看起来非常充分，协会将正式启动仲裁程序，2周内给出初步裁定。感谢协会，我等待公正的裁决。一定会赢的，真相站在你这边。大家快看，这就是晨光的门店，他们老板离过婚，靠男人上位，设计全是抄袭的。这种人的店，你们还敢来？你是什么人，在这里胡说八道？请你出去。我胡说，网上都传遍了。叶慕琛婚内出轨，离婚后靠程澈包养，才开了这个工作室。他那些设计奖都是买来的。真的假的？我看着叶总不像那种人，网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谁知道呢？你是谁派来的？谁派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说的是不是事实。你这种靠男人的女人，有什么资格做设计师？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又怎么样？我的过往轮不到你这种来路不明的人评判，我的设计也不需要像你这种人证明。现在请你离开，否则我报警处理。你等着，网上有的是人骂你，你名声已经臭了。各位不要受影响，晨光的设计品质不会因为几句谣言改变，欢迎大家继续选购。10几个营销号同时发文，内容全是攻击你的私事，说你靠男人，说抄袭，说陷害前夫，还有客户在问我情况了。陆明远买的营销号，仲裁对他不利，他想用舆论影响结果，怎么办？舆论发酵的很快，再这样下去会影响品鉴会的。先不回应，现在回应只会越描越黑，等程赛那边准备好了再一举反击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好，我听你的，木心，你心理素质太好了，换我早就崩溃了。经历的多了，就知道慌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最近网络上出现了大量针对叶慕卿女士的不实言论，今天我要在这里把这些谎言一一戳破。这是叶慕卿女士10年来的设计履历，从国内设计大赛金奖到晨光的创立，再到海外联名项目的成功，每一步都有据可查，每一个奖项都经得起检验。她的成就不需要靠任何人给予，这些是她获得的行业荣誉：国际珠宝行业协会年度最具影响力设计师，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收藏。这样一位设计师需要靠抄袭生存吗？叶慕卿的实力业内有目共睹，那些营销号的话根本站不住脚。我见过他在品鉴会上的作品，灵气十足。就是一个靠真本事走到今天的女人，凭什么被这样污蔑？至于说她靠男人上位的言论，更是无稽之谈。晨光是叶慕谦用自有资金创立的，每一笔投资都有合同记录。程氏与晨光是正常商业合作，不存在任何包养关系。真正该被质疑的是凡熙珠宝的陆明远先生，他抄袭叶慕谦女士的羽翼设计，抢先注册海外专利，反过来诬告原创者侵权。这是完整的证据链，包括他的手稿获取渠道、修改记录、专利申请时间线，铁证如山。剽窃者反咬一口，还买营销号抹黑原创者，这种人必须被行业封杀。支持晨光，支持原创，让真相大白。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晨光会用事实说话，用作品证明自己。谢谢大家。经国际珠宝行业协会仲裁庭审议，关于晨光工作室与凡熙珠宝的设计权属争议，现作出最终裁定。仲裁庭认定，晨光工作室负责人叶慕卿女士系羽翼系列设计的原创作者，凡熙珠宝负责人陆明远先生存在蓄意抄袭行为，其海外专利注册无效。不可能！你们偏袒他，他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？陆先生，请坐下。裁定基于完整证据链，不存在任何偏袒。仲裁庭同时裁定，凡熙珠宝需在官方网站及3家以上国际媒体公开道歉，并向晨光支发赔偿金2000万元。陆总，我说过，真相永远不会被掩盖，抄袭者终究会付出代价。叶慕卿，你别得意，这事没完。陆总输了就要认，再纠缠下去只会更难看。专利无效了，赔偿也要付。凡熙的招牌你保不住了。陆总，行业协会的通报已经发到全行业了，3家合作方发来解约函，2家投资方撤资，股价今天跌了15%。
完了，白系的招牌砸了，国内市场保不住了。董事会刚才来电话，要求您主动辞职，还说要追究您的法律责任。帮我订机票，离开这里，走得越远越好。陆总，去哪儿？去哪儿都行，只要不在国内。母亲，这个月销售额破了历史新高，海外订单也翻了2倍。晨光现在是真正的国际一线品牌了。2年前的我还在小公寓里一个人画图，现在站在自己的旗舰店里，感觉像做梦。这不是梦，是你应得的。你用双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谁能想到，当初那个被锁在房间里的小女人，今天会站在这里？叶总，有位法国客户想要定制一套婚嫁系列，指定要您亲自设计。他说晨光是他见过的最有灵魂的珠宝品牌。告诉他，我很荣幸，安排时间见面详谈。木心，你现在可是国际知名设计师了，想想当初陆明远说要打压你的时候，谁能想到今天？楚瑜，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，不靠任何人，只靠自己，这种感觉比什么都踏实。恭喜，晨光现在是行业标杆了。谢谢你，一路走来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撑不到今天。是你自己撑过来，我陪在你身边，看着你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我比谁都骄傲。程澈，我妈那边，你觉得她会满意我们的婚事吗？阿姨早就同意了，她说只要你幸福就好。她还说，我要是敢欺负你，她就找我算账。有你在真好，程澈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这辈子我都会陪着你。本届大赛评委阵容堪称豪华，首席评委是业内泰斗周老，与他同台的还有晨光工作室创始人、国际知名设计师叶慕琛女士。慕琛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们能同台当评委。当初我第一次见你，你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。周老，没有您的提携，我走不到今天。能跟您同台是我的荣幸。您教会我的不只是设计，还有做人的风骨。说得好，风骨是一个设计师最重要的品质。程总，木金现在可是业内公认的顶尖设计师了，你眼光真好。他一直都这么好，我只是比别人早发现而已。从第一次在画展上看到他，我就知道他会发光。我的设计灵感来自大自然，用流线型表现风的轨迹。你的设计很有想法，线条处理有灵气，但工艺上还有提升枯肩、镶嵌部分的细节需要更精细，建议你多练习爪镶工艺。谢谢叶老师指点，我会努力的。我的作品叫破晓，用渐变色宝石表示日出时分的光线。这个选手的创意不错，但执行力差了些，你觉得呢？创意是好的，但材料选择不够精准。如果用暖色调的脱宝石替代冷色调的蓝宝石，效果会更好。点评很到位。慕琛，你现在的眼光比我还准了。母亲，来喝一杯。以前是我老头子眼拙，看错人了。你的本事业内有目共睹，处理危机的手段比很多男人都强。程秀能娶到你，是他的福气，也是我们程家的福气。爸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理解您的顾虑。您是怕程潇受伤害，程潇为我付出了很多，我会用一辈子来珍惜他，照顾好他。这个是程家的传家首饰，从程彻太奶奶那边传下来的，只传给程家儿媳。今天正式交给你。爸，您真的要给他？这镯子您之前说要等婚礼当天才给程家的夫人。愣什么？还不帮你媳妇儿戴上？早晚都是要给她的，早给晚给有什么区别？好看，很适合你，这颜色衬你的肤色。谢谢爸，我一定好好保管，我会像守护程潇一样守护这份传承。还叫爸？该改口叫爸了。不对，已经叫了。好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老爷，少奶奶戴这只镯子真好看，跟当年的夫人一样好看。是啊，程潇他妈当年也这么好看。30年了，终于又看到这只镯子戴在值得的人手上。来，为了你们两个干一杯。
程澈，你要是对母亲不好，我第一个不饶你，听见了没有？爸，您放心，我发誓这辈子只对她一个人好，绝不让您失望。爸，谢谢您接纳我，我会做一个好妻子，也会做一个好儿媳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自己走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快去吧，别让他等太久。母亲，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这个女人我要守护一辈子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离不弃。这枚戒指是我亲手参与设计的，戒托是羽翼造型，代表你从破碎中重生，飞向属于你的天空。母亲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让我用余生来守护你。我愿意，我愿意嫁给你，程舍。我等这一天好久了，从你在天台第一次拿出戒指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答应了。你妹妹终于找到对的人了，她吃了那么多苦，才获得这份幸福。这个女婿，我认。程澈是个好男人，妹妹交给他我放心。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他母亲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太感人了，你们两个终于走到一起了，真是喜极而泣。婚期定在下周，海边婚礼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好了好了，大喜的日子别哭哭啼啼的。木兮，妈妈为你高兴。程潇，你要是敢对不起他，我饶不了你。妈，您放心。慕寒，你今天真美，妈妈真替你高兴。妈，谢谢您一直支持我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您都站在我身边。程澈，我把女儿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对她，不要让她再受一点委屈，她吃过太多苦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来守护她，这辈子绝不让她再流一滴眼泪。程澈先生，你愿意娶叶慕希女士为妻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无论富有贫穷，都爱她、尊重她、保护她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叶慕希女士，你愿意嫁给程澈先生为夫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无论富有贫穷，都爱他、尊重他、陪伴他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从今往后，你的余生，我来守护。过往的爱意随风散去，眼前的温柔终成了余生的归宿。太感人了，他们两个终于走到一起了。擦擦眼泪吧，大喜的日子哭成这样。那丫头确实不错，程澈有福气。往后余生，请多指教。一起走下去。